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真正厉害的人，往往不是声音最大的人，也不是一开始就冲在最前面的人，而是那种看起来很柔和，却能慢慢渗透局序，最后让事情照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的人。他不一定会跟你硬碰硬，也不一定会立刻改变全局，但他懂得顺势而入，懂得用时间累积影响力，懂得像风一样看不见却无所不在。这就是易经第57卦巽卦要告诉我们的人生智慧。巽卦象是上巽下巽，两个巽卦重叠，巽为风也为入。风的力量很特别，它不像雷，一响就惊天动地，也不像火，一烧就让人看见，更不像山，稳稳地站在那里。风是流动的，是柔软的，是没有固定形状的。可是风可以穿过缝隙，可以吹动树木，可以改变气候，可以在你还没察觉的时候慢慢影响整个环境。所以巽卦的核心不是叫你软弱，也不是叫你讨好，更不是叫你没有原则。巽卦真正要讲的是，柔顺之中要有方向，谦卑之中要有主见，进入局势之前要懂得观察，行动的时候要懂得渗透。卦辞说，巽小亨，利有攸往，利见大任。这句话表面看起来很简单，巽卦有小的亨通，适合有所前往，也适合去见有德位、有智慧、有资源的大人。但这里为什么说小亨，不说大亨？因为巽卦的成功不是一夜爆红，不是突然翻身，不是靠一次猛烈的冲刺就得到结果。巽卦的成功是靠一点一滴的深入，靠一次一次的修正，靠持续不断的接近目标。你想想看，风要改变一棵树，不是吹一下就结束，而是不断的吹，慢慢让树枝摆动，慢慢让种子散开，慢慢让季节转换。这就是巽卦的力量。所以当你站到巽卦，或者在人生进入巽卦的状态时，它通常不是叫你马上做出惊天动地的大决定，而是提醒你现在要放低姿态，找到入口，慢慢进入事情的核心。如果你正在工作上想推动一个计划，不要一开始就用命令式的方法逼大家接受。巽卦告诉你，要先理解每个人的想法，找到他们真正关心的点，从小地方开始建立共识。你可以先让1-2个关键人物认同，再让影响力慢慢扩散。这不是心机，而是懂得顺势。如果你正在感情中想改善关系，也不要急着质问对方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你到底要不要改？巽卦说，真正能进入人心的力量，往往不是压迫，而是温柔而稳定的理解。你要看见对方的防备，看见对方的习惯，看见对方不说出口的恐惧。你不是要放弃自己的需求，而是要找到能让对方听得进去的方式。如果你正在创业、经营社群、做品牌，巽卦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不要只想着爆红，不要只追求一次性的流量。真正长久的影响力是让人一次又一次看见你，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你的价值，最后在心中留下位置。风不需要大喊，但风一直存在。大象传说，随风巽，君子以生命行事。两阵风相随而来，就是巽卦的象。君子看到这个卦象，就懂得反复申明命令，然后推行正事。这句话很重要。很多人以为温和就代表不用讲清楚，柔顺就代表不要坚持，但大象传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说的是，风的力量在于反复，在于持续，在于一次又一次的传达。君子不是喊一次口号就结束，而是要把方向说清楚，把规则讲明白，把该做的事情反复提醒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步要往哪里走。这对现代人非常有启发。在家庭里，你不能期待家人一次就懂你的委屈，你要学会表达，而且要用不伤人的方式反复表达。在团队里，你不能期待同事听过一次就自动配合，你要建立流程，重复说明，让大家慢慢形成习惯。在教育孩子时，你不能只靠一次责骂就让孩子改变，你要不断示范，不断提醒，不断把价值观吹进他的生命里。
在自我成长上也是如此，你不是今天听了一句道理，明天人生就完全不同。你要把好的观念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，让它变成你的呼吸，变成你的反应，变成你的习惯。巽卦最深的主题就是真正的影响力不是强迫别人立刻改变，而是用持续的力量慢慢进入人心与局势。可是这里也有一个危险，风可以带来清新，也可以变成飘忽不定。巽卦如果走偏了，就会变成没有主见，过度顺从，讨好别人，风吹哪里就往哪里倒。这时候柔顺不再是智慧，而是失去自己。所以巽卦要你学会的不是单纯的顺，而是有方向的顺。你可以柔软，但不能没有骨头；你可以听别人的建议，但不能把自己的判断交出去；你可以等待时机，但不能永远不做决定。我们再来看6个爻辞，它们就像人生在巽卦状态中的6种阶段，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，什么时候该修正，什么时候要小心。初六说进退利五人之争，一开始就出现进退两难的状态，想往前又怕错，想后退又不甘心。这很像很多人在刚进入一个新环境、新关系、新计划时的样子。你还没有掌握状况，内心不稳，别人一句话就让你改变想法，外界一点风吹草动就让你犹豫。这时候爻辞说利五人之争，五人不是叫你去打仗，而是代表纪律、果断、守正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心中飘摇不定时，你最需要的不是更多情绪，而是规矩与原则。如果你现在正在犹豫要不要开始一件事，巽卦初六提醒你，不要一直问我有没有信心，你应该问我有没有原则，我有没有计划，我能不能照着纪律走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人最怕的不是能力不够，而是一下想进，一下想退，自己消耗自己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建议你先不要急着追求大突破，而是建立基本规则。每天做多少，每周检讨什么，什么情况下继续，什么情况下调整。当你有了纪律，风才不会把你吹散。9.2说巽在床下，用使屋分弱，吉无咎。巽在床下代表深入到非常隐微、非常底层的地方。床下是平常看不见的角落，象征潜意识、隐藏问题、被忽略的细节。用使屋分弱，使是记录、梳理，屋是沟通幽微、处理看不见的力量，分弱就是多方进行、仔细处理。最后吉无咎。这一爻很像当一件事情表面看起来没问题，但底层其实有很多暗流。比如公司里表面大家都说可以，私底下却怨气很多；感情里表面和平，其实有很多不敢讲的委屈；身体表面还撑得住，其实疲劳已经累积很久；家庭表面没争吵，但每个人都在忍。9.2告诉你，真正的解法不是装没事，而是深入底层，把看不见的问题找出来。你要调查，你要纯问，你要记录，你要倾听，你要把那些隐藏的情绪、资讯、错误、误会慢慢整理清楚。如果你现在遇到的是团队问题，不要只看表面见效，要去看流程、沟通、权责是不是出问题。如果你遇到的是感情问题，不要只问谁对谁错，要去看你们之间长期没有说出口的期待。如果你遇到的是人生卡关，不要只怪运气不好，要去看自己深层的恐惧、习惯、信念是不是一直在拖住你。这一爻的建议是，越是看不见的问题，越需要细腻处理。不要怕麻烦，因为你愿意深入，反而能避开大祸。9.3说频巽令，频巽就是一再的顺从，一再的低头，一再的配合。可是结果是令，代表有羞辱，有困窘，有遗憾。这一爻非常现代，很多人以为只要我够好说话，别人就会珍惜我；只要我一直退让，关系就会和谐；只要我不要拒绝，职场就会顺利。可是9.3告诉你，过度顺从不会让你得到尊重，只会让你失去界限。
在工作上，别人一直丢事情给你，你每次都说好，最后累的是你，功劳不一定是你，出事却可能怪到你。在感情里，对方每次任性，你每次都忍，最后你以为自己在维持关系，其实是在训练对方忽略你的感受。在人际中，你每次都配合别人的时间、需求、情绪，久了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变成可有可无的人。93提醒你，训得柔顺要有智慧，不是没有底线。你可以沟通，但你也要拒绝；你可以体谅，但你也要表达；你可以让一步，但不能一直退到没有自己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要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现在的顺从是出于清醒的选择，还是害怕冲突？我现在的退让是为了更大的目标，还是只是怕被讨厌？我一直说没关系，心里真的没关系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你要停下来，因为风如果失去方向，就只是乱流；柔如果没有原则，就会变成委屈。四爻说，悔亡、田获3品。悔亡代表遗憾消失了，田获3品是打擂有收获，而且有3种收获。这一爻很美，表示前面经过观察、修正、等待之后，终于在正确的位置上得到成果。这里的田获不只是物质上的收获，也可以代表不同层次的成果。第一种收获是事情本身有进展，第二种收获是你学会了方法，第3种收获是你得到了人心与信任。在人生中，有些成功不是靠蛮力得来，而是因为你愿意慢慢进入局势，愿意调整自己，愿意看见细节。当你不再急着证明自己，不再用硬碰硬的方式处理事情，你反而开始得到更多。如果你在职场上前面一直默默累积，现在可能开始被看见；如果你在感情中前面愿意沟通与理解，现在关系可能开始回温；如果你在学习或创业中前面不断修正方向，现在可能找到真正有效的方法。四爻的建议是，当机会出现时，不要因为过去的挫折而不敢收成。你已经走过前面的调整，现在可以稳稳地把成果拿回来。但也要记得，这个收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你长期细心经营的结果。95说，贞吉，悔亡，无不利，无出有终，先更3日，后更3日，吉。95是巽卦的核心高位，它讲的是修正、更新与重新发布命令。贞吉，守正则吉；悔亡，过去的错误可以消除；无不利，没有不利；无出有终，开始也许不完美，但最后能完成。先更3日，后更3日，吉。更有更新、更改之意。先后3日象征在改变之前要预备，在改变之后要检查与落实。这一爻非常适合用在人生重大调整。很多人一开始做错了就觉得完了，计划一开始不顺就觉得没希望，关系一开始有裂痕就觉得回不去了。但95告诉你，巽卦的智慧不是要求你一开始就完美，而是要求你能不能持续修正，最后把事情带到正确的位置。无出有终，这4个字非常有力量。它告诉你，人生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不是一开始就顺利。你可能一开始选错方向，一开始说错话，一开始用错方法，一开始不被理解。但只要你愿意回到正道，愿意重新整理，愿意在改变前做好准备，在改变后持续追踪，就有机会得到好的结果。如果你正在经营公司，这一爻告诉你，制度要更新，但不能突然乱改，改之前要沟通，改之后要追踪。如果你正在修复关系，这一爻告诉你，道歉不是结束，改变才是开始。说完对不起之后，还要用时间证明你真的不同。如果你正在改变自己的人生习惯，这一爻告诉你，不要幻想一次觉醒就成功，你要先规划，再执行，再检讨，让新习惯真正落地。95的建议是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守正与修正，不要怕承认过去有问题，
因为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永远不犯错，而是有能力把错误变成更新的起点。上九说，训在床下，丧其资府，真凶。到了最上爻，又出现训在床下，但结果和九二完全不同。九二深入底层是为了解决问题，所以急。上九深入床下，却丧其资府。资府是工具、资源、判断力、行动能力，最后即使守着原本的做法也会凶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人过度钻入细节，过度谨慎，过度退让，过度躲藏，最后反而失去真正能做事的能力。有些人一直分析但不行动，一直观察但不决定，一直讨好但不敢表态，一直深入别人的情绪，最后连自己的立场都不见了。这就是上九的危险。你可能以为自己很谨慎，其实是在逃避；你可能以为自己很温和，其实是不敢面对冲突；你可能以为自己很懂人情世故，其实已经失去原则；你可能以为自己在等待时机，其实资源、时间、信心都被消耗掉了。上九提醒你，训到了极点，就会从智慧变成软弱，从柔顺变成畏缩，从深入变成沉溺。当你已经看清楚问题，就不能永远待在床下。你要拿回你的资府，拿回你的工具，拿回你的决断力。如果你现在一直在等待别人给你答案，这也要提醒你，答案不能全部交给别人。如果你一直在研究却不开始，这也要提醒你，准备太久也会错过。如果你一直在关系里退让，这也要提醒你，你再不表态，对方就会以为你永远没有底线。如果你一直在工作中忍耐，这也要提醒你，忍到失去能力与自信，就不是忍辱负重，而是自我消耗。所以巽卦最后要我们明白，柔顺是一种方法，不是人生的终点。真正的巽是懂得进入，也懂得退出，懂得倾听，也懂得表达，懂得配合，也懂得守住核心，懂得慢慢来，但不会永远不开始。如果你现在遇到的是刚进入新环境，请记得初六的智慧，不要慌张进退，先建立纪律与原则。如果你现在遇到的是隐藏问题，请记得九二的智慧，深入底层，整理那些看不见却真正影响全局的东西。如果你现在遇到的是过度退让，请记得九三的警告，柔顺不能没有界限，讨好不会换来真正的尊重。如果你现在已经看到成果，请记得四爻的提醒，收获来自长期经营，要稳稳接住，也要懂得珍惜。如果你现在需要改革与调整，请记得九五的核心，无出有终，不怕开始不完美，只怕不愿修正。如果你现在已经陷入过度观察与过度退缩，请记得上九的警告，不要把谨慎变成逃避，不要把柔软变成失去自己。巽卦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，人生很多事情不是靠一次用力就能完成，而是要像风一样找到入口，慢慢进入，持续影响，反复传达，最后让改变自然发生。可是你一定要记得，风不是没有方向的，真正有力量的风是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吹。真正成熟的人也不是谁都可以影响他，而是他懂得顺势却不失去自己，懂得柔软却不放弃原则，懂得低头却不是卑微，懂得等待却不会永远停在原地。所以当你遇到困难时，不一定要立刻用强硬的方式突破，你可以先观察，可以先靠近，可以先沟通，可以先修正，可以先从小地方开始改变。很多大局都是从小缝隙被打开的，很多人心都是从一句温柔但坚定的话开始松动的。很多命运的转折也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你每天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。巽卦提醒我们，真正的高手不只是会冲，也会入，不只是会说，也会听，不只是会坚持，也会调整，不只是有力量，更懂得让力量用对方式。如果你的人生现在也正处在巽卦的状态，也许你正在等待机会，也许你正在修复关系，也许你正在慢慢累积影响力，也许你正在学习如何不再硬碰硬。
那么请记住，柔不是弱，慢不是输，低调不是没有力量。只要方向正确，只要持续前进，只要不失去自己的核心，风终究会吹进该到达的地方。最后也想问问你，在你的人生里，有没有一件事不是靠强硬解决，而是靠耐心、沟通、累积，最后慢慢改变结果？你觉得自己现在更需要学会柔软，还是更需要找回界限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，也许你的经验正好就是另一个人现在最需要的一阵风。